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，本期带来蜘蛛侠回家的诱惑。纽约大战后，所有的外星残骸被个体户做着收尾工作，图姆斯也带着自己的手下正在清理。政府的人员突然收回了他们手头的一切，手下听到后偷走了一块石头。为了养家糊口，图姆斯再三请求，但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份工作。冷嘲热讽的官员也被图姆斯暴打。这一切当然是阿爸托尼的指令。回到仓库的图姆斯决定靠政府漏下来的材料改变自己的未来。8年后，图姆斯的生意风生水起，靠着各地弄来的外星科技，打造了许多高科技武器，做起了外星军火生意。Marnie 也滚滚而来，自己更是搞出了一套秃鹫套装。内战路上，调皮的皮特拍了一路的 vlog， 他穿着自己的睡衣被哈皮臭骂一顿。阿爸为他量身定做的战衣让皮特嗨得不行，就连机场大战也全部被他拍了下来。回酒店都掩饰不住他的激动。阿爸亲自送他回家，还给梅姨留了一段不正经的留言。托尼还当着皮特的面调侃哈皮，让哈皮是贼没面子。知道阿爸要把新的战衣送给自己，小蜘蛛惊讶地闭上了嘴。阿爸告诉他，以后有事联系哈皮，没事就不要找事儿，注意自己的安全。皮特非常期待下一次和阿爸并肩作战。尬爆过后，皮特继续了自己的蛋疼生活，几个月都没人联系他执行任务，哈皮对他也爱答不理。同学弗莱士也照常欺负他，霍华德也在学校的伟人背景墙上。学校里面，皮特只有内的这一位好基友。正商量晚上玩乐高的时候，皮特被自己的女神丽兹吸引。课堂上，他也反复着看着小蜘蛛视频，期待下一次行动。化学课自己研究蛛网，时不时看一下表，希望赶快下课。偷窥丽兹还被女同学米歇尔吐槽。答辩会他选择不去，他认为斯塔克时期随时会需要他，自己的时间都给阿爸准备的妥妥的。终于下课了，皮特跳出学校，买了个面包，撸了撸猫，开始了自己的课后愉快时光。换上阿爸给的战衣，藏好书包，但他只能制服偷车贼，在城市随便浪一浪，给路人表演体操，给老奶奶指路。搞定了一个车主后，还被神秘白发老人威胁。平淡无奇的生活让他几乎无事可做。给哈皮日常留言后，终于找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。复仇者正在用高科技武器盗窃 ATM， 甩了甩刘海，皮特说道：“咋回事啊，小老弟？”一巴掌打得浩克索尔没法还手。队长也控制住了皮特，让他感到事情并不简单。最终，浩克走火毁了银行，炸了小卖部。皮特赶去救出了老板和猫咪，但复仇者早就跑了。哈皮正准备把复仇者大厦搬到新基地，皮特急忙通知了他这场高科技抢劫。哈皮告诉他，托尼把大厦卖了，我们要搬家了。皮特还以为阿爸要丢下他，哈皮提醒他远离危险，然后就挂断了电话。小虫的书包也成功的丢了，没衣服可换的他只好趴回了家里。然而内德却看到了一切，死星也摔得稀碎。皮特一边解释一边脱衣服。梅姨听见响动，上来咨询发生啥事儿。应付梅姨后，皮特严肃告诉内德要保密，然后赶走了他。和梅姨吃饭时也聊起了斯塔克时期。梅姨并不看好托尼，皮特也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，和梅姨要了新书包后，连服务员都被梅姨迷倒。上学路上再次看到昨晚的现场，让皮特暗下决心。内德吐槽皮特站在楼上吐蛛丝的话，让我想起了老蜘蛛托比。队长的教育短片督促学生们锻炼身体。听着丽兹崇拜蜘蛛侠的话，姐妹还吐槽小蜘蛛面具下是烧烂的脸。你确定你说的不是死侍吗？内德忍不住告诉所有人，皮特认识蜘蛛侠，果然引来了同学们的质疑，尤其是弗莱士。他还当众要求皮特带着蜘蛛侠去参加丽兹的私人聚会。梅姨送孩子来到丽兹家门口，被米歇尔吐槽后，看到丽兹，皮特还是决定不要揭露自己的身份。而弗莱士的当众嘲笑让皮特忍无可忍，他换上了战衣，他自言自语开场白，但远处突然发生了爆炸，他放弃了自己学校里的名声，前去查看，还展示了没有大楼的蜘蛛侠是如何。图姆斯的手下正在贩卖高科技武器，偷窥的皮特手机突然响起，让小黑哥被怀疑。他跳下来想要救小黑哥，被一拳打倒在地。皮特为了追击逃跑的手下，只好被拖着走。酱油男为了打死皮特，反复使用武器，无奈光头只好给图姆斯打电话，失手还导致武器丢在了路旁。抄个近路，吓得小妹妹惊慌失色。皮特紧追不舍，图姆斯也赶到带走了他。越飞越高的皮特
触发了阿爸的家长监护措施。降落伞突然缠住了皮特，让他坠入了河里。还好 Mark 47及时赶到，把皮特救出了湖面。皮特对着阿爸交代着自己被鸟人欺负的事情。阿爸给皮特战衣装上了一切，都是自己的血泪史啊！他不希望皮特冒着生命危险去做所谓的英雄。当然，托尼也没有亲自来，他身在他国，心念皮特。阿爸说让他考虑去麻省理工读书，就挂了电话。受挫的皮特回家路上捡到了遗落在路旁的武器，他没有在聚会上请出蜘蛛侠，也让他哥俩没法在学校里抬起头来。图姆斯的技术人员也依靠外星科技研制出穿墙术。气愤的图姆斯回到了基地，他怒斥着手下的不谨慎，酱油男还一副理所应当的屌样子。忍受不了的图姆斯想给他一个教训尝尝，结果拿错武器，直接弄死了他。全套也传给了光头，成为了真正的惊悚。Peter 研究半天也没搞懂这块外星物质有什么作用，惊悚也带人追踪物质来到了学校。Peter 偷偷摸摸地进了他们身边，给他们装上了蜘蛛导航。追踪过后，发现他们停在了马里兰。穷学生选择搭学校答辩会顺风车前去。应付了哈皮后，他们来到了华盛顿。Peter 拆下了追踪器，防止阿爸阻止他。内德一个学生还破解了斯塔克的顶尖战衣，解锁了战衣的各种玩法。他换上了战衣，解锁的新功能让他有了僚机。在人工智能凯伦的帮助下， Peter 很快就追上了惊悚。凯伦帮助他窃听了他们的对话，还开启了秒杀模式。但突然多出了几百种玩法，让 Peter 不知所措。图姆斯也已经准备偷走新的设备，他穿墙进入内部，开始一个个的打包。Peter 在外面拦住了想要逃走的图姆斯，却被图姆斯关在了车厢里。醒来后，发现自己居然被带到了一个仓库里。出不去的 Peter 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嘴，他一边和凯伦聊天，一边熟悉着战衣的各种功能。凯伦还鼓励 Peter 去和丽丝告白，但装在包里的物质被凯伦分析出会有一定的危险，辐射下会引发爆炸。通知内德却已经来不及了。凯伦协助他破解了大门，前往答辩会现场。物质也随着安检的辐射被唤醒，同学们也被物质的爆炸困在了电梯里。赶到现场的 Peter 一路拼命往上爬。凯伦再次协助 Peter 找到了最佳入口，他越过直升机，借助惯性冲进去救下了所有人，正想表白就摔了下去。这一次小蜘蛛也终于打响了名号，成为了学校里的名人。但 Peter 还是那个隐形的 Peter， 被认为逃课的 Peter 再次被队长教育了起来。为了让阿爸看到自己的用武之地， Peter 再次调查起了图姆斯这伙人的动向。中二小蜘蛛被凯伦全部记录在了数据里，他决定去问问晚上救下的小黑哥知道什么。小蜘蛛的幼稚表现导致小黑哥压根就不怕他，但 Peter 曾经救下了他。为了自己外甥的安全，他告诉了 Peter 图姆斯的下一个目标，一路赶到游轮上，开始调查他们的计划。正准备行动，阿爸的电话被战衣强制接了进来。阿爸表扬了 Peter 在华盛顿所做的一切。霍华德当年从来不夸自己，所以托尼想要好好夸一下 Peter。船上的噪音也让阿爸察觉了不对劲儿。Peter 挂断了电话，准备阻止惊悚他们的计划。他黏住了所有人 ，FBI 也突然出现。图姆斯换上了战衣，想要带着惊悚逃跑。Peter 夺下了他手里的枪，失控的枪也导致轮船解体，一分为二。他们最终还是逃走了。眼看轮船就要下沉， Peter 固定了轮船的大部分承重点，各种蛛网全部都用上了，但还是不够。他想要靠自己拉住整艘船。绝望的孩子快要把自己撕成两半了。阿爸及时赶到，托尼3下5除2解决了所有麻烦，最后窝火的飞走了。惭愧的小蜘蛛坐在屋顶听着阿爸的教育，他以为托尼不在乎他，但事实托尼这次亲自过来帮他擦了屁股，是他叫了 FBI。 他背负着一切，相信眼前这个孩子，他做的一切只是不希望 Peter 出现生命危险，因为他无法面对这种事情。 Peter 也希望自己变成托尼一样的人，但托尼只希望他能够更好。他为了不让 Peter 冒险，收回了他的战衣，一再祈求阿爸，但无法改变现实。Peter 失落的回了家，失去一切的他在梅姨的怀里哭了起来。他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校园生活，放下一切的他也决定跟丽丝表白，还被邀请成聚会伴侣。梅姨的精心打扮下， Peter 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来到丽丝家，发现干老丈人居然是图姆斯，这让他魂不守舍呀，感觉像是见了鬼。图姆斯送女儿和 Peter 去聚会的路上时，丽兹把 Peter 各种失踪的事情全部抖了出来。图姆斯脑瓜一转就知道了真相 Because I'm Batman。 留下了 Peter 单独谈话。他警告 Peter 不要再插手自己的生意，否则自己会杀了他。Peter 焦虑地下了车，
他还是决定阻止事情变得恶化。割了利兹后，穿上自己的睡衣，被惊悚偷袭，蛛丝器也掉在了地上。内德赶来救下了他，他们分头行动。内德负责通知哈皮，自己负责追踪故意放在图姆斯车上的手机。哈皮压根就不屌他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大厦也正在运最后一批复仇者装备去新基地。追到了基地，发现他们的目标就是劫下运输机。他也终于迎来了和老丈人的生死对决。翅膀弄塌了整个仓库，把皮特压在了下面。没有战衣保护的皮特被压得浑身是伤，他用尽力气也挣脱不开。绝望的皮特想起了阿爸之前说过的话，如果没有战衣他就一无是处，那他呀根本就不配拥有。父爱让他的小宇宙爆发，挣脱了废墟逃了出来。图姆斯等待着运输机起飞，皮特也跟着他上了天。图姆斯进入了飞机，看着满满的钢铁侠高科技，他以为自己要发财了。看到偷偷尾随的皮特，图姆斯再次暴怒。空中，皮特显然不是图姆斯的对手，飞机也在两人打斗中坠落。皮特利用蛛网让飞机远离了市区，坠毁在了海边。图姆斯恼羞成怒，想要杀死皮特，自己的翅膀也已经严重受损，但他还是为了自己最后的生路，选择了偷走设备。超负荷导致战衣爆炸，皮特冲进火海，救出了老丈人。赶到现场的哈皮看到了孩子贡献的一切，以及被绳之以法的图姆斯。皮特疲惫地坐在房顶上。图姆斯的入狱也让丽兹一家决定搬离这个城市。米歇尔也告诉他们，我叫 MJ。他仿佛也察觉到了皮特的身份。在厕所会见皮特的哈皮真诚地感谢了孩子，如果没有他及时阻止，一切损失的东西他可负担不起啊。淡定哥让场面变得贼尴尬，他告诉皮特，托尼在新总部等他。阿爸支开哈皮，他这次对皮特是真正的认可了，并且决定送给他一身新的战衣，作为加入复仇者的礼物。皮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有托尼这样的阿爸简直是人生赢家。但他还是放弃了复仇者的身份，拒绝了托尼邀请。他想做自己的邻居英雄小蜘蛛。托尼准备好的记者招待会也没了主题，于是他决定向小辣椒求婚。这次签了10年的婚礼也彻底让托尼安了家。穿上战服的皮特也被梅姨发现。片尾里，入狱的图姆斯对所有痛恨蜘蛛侠的罪犯隐瞒了皮特的身份。队长也终于受不了录制教育节目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关注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雷神3不见不散。